然后非常的没有希望，需要换一个环境才能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最大困难就是我和我的夫人在这个思想上并没有统一，就是我看到的东西他看不到，我觉得对他来说现在学习压力也挺大的。你也知道中国的这些孩子的学习压力，没有一个是在晚上10点半之前能把作业做完的。好，大家好，我是王大师。大家好，我是山木，今天来参加这个王大师威廉的这个节目，第一次认识，第一次对话。就在梅大师的家里，对，感觉特别奇异哈。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马来西亚的移居，因为我已经去了1年半山姆你一直在考察嘛，考察了大概10几年有了10几年。其实马来西亚呢，因为我第一次2008年第一次出去旅游呢，就是去马来西亚的。那么我的护照上面呢，其实关于马来西亚的签证也有10几个了。原来其实也不是说要去考察，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绰号就是东南亚小王子。因为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东南亚玩，然后马来西亚是我算是去的比较多的，然后对他的这个感觉也是挺好的。所以你应该很了解马来西亚的社会。我其实蛮喜欢马来西亚的，对。然后大概10几年前的时候，我就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叫做第二家园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最早的时候，第二家园当时我不知道这个那个是最好的一个计划啊，对，那个是当时是针对的是日本的有钱的人，我是那个退休以后过去叫银发计划对。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计划倒挺好的，因为我个人对马来西亚原来就蛮有兴趣的，而且这个第二家园计划呢，因为说句实话因为我有孩子的。很多都会考虑到说孩子的学习，所以当时我是看这个第二家园计划里面呢，他会说给到这个一个华侨生，如果你是当时是有就可以回来考试是吧？对，那是当时的那个事情。后来其实中间也那个就隔了很多时候，反正最近也有这种想法。那么正好上周呢去参加了这个第二家园的一个说明会，在有一个中介公司在上海办的说明会，然后还有房产中介等等，所以今天也很巧嘛，正好那个梅大师说请威廉要我们聊这个比较好。第一呢，我已经去了嘛，对是。第二呢，我不参与任何中介的活动，因为有不少做视频主，他会在这给中介介绍，对，然后呢他会拿到一些返点，但我们对那种1对1的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聊一下嘛。对，你过去过10几年，所以你比较吸引你的，你觉得马来西亚比较好的有哪些点呢？可以大概说一下。这个几个点哈，第一个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因为我本身呢其实也蛮喜欢潜水的，我有潜水的骄傲，所以马来西亚有很多非常世界顶级的潜水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很适合像就是你去玩这个就是在那边很休闲。那么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马来西亚呢，其实因为原来去很多中国人去那边，像下南洋嘛，也是去那里，所以有华人的根。对，华人也很多。然后你在那边呢，我开始可能过去跟他说 excuse me 啊，然后想问一些问题，结果人家回过来就是中文，是，就那个交流就没有什么障碍，所以这个语言也没有障碍。然后吃的方面呢，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的美食，在潮汕的那种福建的很多的美食，很多，所以你的第二大脑就照顾得很好。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去仙本那那边海鲜超便宜的对，就是那个上海卖300多块钱1斤的那个虾虎，就是虎虾，就是那么大的。对，最近我们还去买过，是55马币1公斤对，差不多人民币就40块钱1斤对，就特别便宜，就觉得到那边都来吧，都不问价格，都要全要了，就是把他们那边。就感觉就是反正吃然后玩都蛮符合中国人的这个那点。那么就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吸引的一个点吧。那么当然，因为最主要的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我的孩子要读书嘛，所以就是在读书嘛，所以在考虑。孩子多大了？大概？预备班。升初1了。那跟我们一样，是吧？12岁嘛。对，预备班升初1，那么就要考虑到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未来去哪里发展。那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就是对教育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英联邦国家嘛，我相信是，对吧？就是美加澳这些英联邦国家去大学，你再去深造再留学，可能会比国内要容易很多。对，它国际学校的体系也很发达，光是吉隆坡附近就有100多所国际学校。对，大概是这个点。那么，所以今天也是有机会和威廉再交流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我很好奇因为我之前在 offline 就是在这个之前，威廉告诉我说，其实，在你决定去之前，其实马来西亚你也就去过一次玩，只去过一次。然后你是什么让你决定说，立马下决定1年半之前？我觉得还是是你想要出去的愿望的非常强烈。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当你很强烈的时候，我其实不会考察太多的目标。我们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可行的目标，就去了。但很幸运，就是去了以后发现越来越喜欢。就你发现的这些点，其实我们后面才发现的，人啊，食物啊，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丰富啊，都是后面才发现的。那么当你很想出去就出去了，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的吸引力要足够的大于把你牵绊住的这股力量。所以刚才威廉有说到说要符合你的一些目标、目的啊之类的。那我想了解，就是当你就去了，然后就决定了这个很符合你的一些点。那么你出国的或者去选择马来西亚，你最重要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OK， 我们首先我本来想跟你 grow 一下的，然后我被你来了一下。好快啊！都是做 HR 的，大家都有套路。那个，我首先是希望要改变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环境，那非常重要嘛。刚跟其他朋友也有分享，因为我们所处的一个家庭关系也是很紧张，因为大家都很忙，都觉得没有人在管小孩，大家都这个投入在工作上，那一定会有疏忽嘛。坦白讲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身的工作又确实是忙到那种就是你转不出来的这个循环螺旋之中。小孩也是，我小孩呢可能不像有些人啊，大部分的人他可能是会习惯这个环境，我孩子不行，他到后来他都不愿意去上学。他会说我为什么要带着这个红领巾？我要去上学，为什么老师说中午休息没有的？为什么要拖堂？他说我作文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写？形容女孩子为什么只有 fat 跟 thin、tall 和 short？对吧？我学过东西为什么反复学？他不知道，他有点，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任由他发展下去，他也会抑郁的。他陷入一种非常大的不愉快所以我们把整个环境放到一起来看的话，就是整个环境出了问题，我感觉。那么对我其实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蛮符合现在很多的家庭在教育上面的一种困惑。父母不知道怎么如何教育孩子，孩子也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是在哪里，整个的一个卷不出来。所以我其实很好奇的就您前面说的，就是说你也没有考虑太多，就直接选择马来西亚。我只是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就是选择了马来西亚？因为它这些点就基本上啊，你去看，因为现在选择的点也有很多，比如说泰国啊、日本啊，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澳大利亚等等，也有很多中国人选择的一些点。是，其实泰国我觉得也是可以选的。泰国当时来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工作的话，那泰国跟马来西亚是一个差不多的选项。目前来看，我觉得也还是类似啊。有一些马来西亚更好的地方，我也更喜欢。那当时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太太他们有办公室在马来西亚，我们公司原先也有，所以我们是希望尽量的再延长一阵子工作的时间。这样的话切换会自然一些。并且呢，可能也去做了，已经找了中介了嘛，某一个中介去进行了一些面试。对，可能跟时间的催促啊也有关系。我们非常想尽快的脱离上海的这个环境。所以刚才您又提到一个事情说，因为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你是不可以就是打工的，但是呢你可以开公司。对，可以开公司。然后所以你现在其实是以公司的形式在做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盈利的一些工作事情。所以那天我在了解这个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计划的时候，我会看到说除了第二家园，在马来西亚也有一种方式，就是类似于投资的移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是投资移民应该是不是投资移民，应该是也是可以开公司的一种形式，就是除了现在是这样的现在马来西亚其实它的第二家园计划其实分成了4份，西马2个，东马2个。对，沙捞越、沙巴，然后柔佛。你这去旅游的实际上是东马。对，沙巴和沙捞越我都去过，古晋和那个潜水啊什么都在那边嘛。仙本那其实那个也挺适合你，因为你去过那边要求很低，然后很快可以办，也有很好的国际学校，是吗？然后玩的旅游啊什么的也有的。但西马的话呢有2份，连着新加坡的柔佛州，连着新加坡的叫柔新经济特区，它有一份单独的，它的核心就是要卖森林城市的房产你买一份这个再存，对，你再存个2.5万美金就可以去申办那边的第二家园了。剩余的联邦政府管到呢只是西马，除了柔佛州的，它呢分成3档，前面2档都是不可以设立公司的，最高档叫铂金组是可以申请公司的，但那个就非常厉害，100万美金，对，费用很高，我看significantly 高出很多。光手续费就是20万马币。对，我看了一下，那个说最便宜的话，可能办第二家园，不就除了柔佛州和沙捞越的，我不太清楚哈。是算下来是15万美金，大概是108万。那个是叫白银组嘛？关键是哪里啊？对，我搞错了，应该你是欧洲。搞来我看了那个。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教育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像你的孩子或者孩子都差不多大嘛。预备班初一，就是我们这边，我不知道那边是6年级、7年级这样的概念。对，是不是我们去到那边的话，孩子的英文有可能会跟不上？我觉得会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孩子的英文，我觉得在中国还算是蛮好的，因为是我太太自己教他的强度是每天1小时，然后教他的程度呢，他后面拿了这个上海的希望之星的特等奖，我觉得应该还算可以，但他过去呢，我觉得就将将在及格线上。英文对，有很多老师讲的、同学讲的，他还是不理解的。不过经过1年的时间，我觉得他已经差不多 pick up 了。那就得要花1年的时间。我认为这个是需要的但是呢也是可以接受的。像他有些同学是四川过去的，基本上英文是不会。这个经过1年，他可以慢慢摆脱语言班了。已经有一半摆脱语言班了，一半的时间可以参与大家正常的一起去这个上正常的课了。就你大概有个概念，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中国再学的再好的，我觉得都是不够的，因为你比方说这个学习里面有很多术语中间休息叫什么，老师讲的各个学科的术语，同学们讲的那些口语的，他还是会听不懂的。总的来说应该是越早越好，因为等到初中开始就不像小学阶段，初中是有成绩的，然后老师对 academic 的要求会比较明确，不是说很卷但是会很明确，你拿的几分 percentile 是多少，他都会告诉你的，小学都没有的。所以后面就会更难去追上他的这个体系了。好，我抓紧。我是就是反正就各方面我就是去要做这样一个考察嘛。然后还想了解一下，就是那对于未来呢，就是比方说你的孩子未来可能一定还是会走国际的英联邦的，可能会往美加澳等等这些地方去走嘛，到大学那个。我其实比一般人会想得更开一点你听听看为什么？首先呢，他读的是澳洲人的体系，他叫澳大利亚国际学校。那他如果去澳大利亚，我觉得也可以。为什么我会想得更开？就是他哪怕是留在大马，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对，我不觉得大马的大学不好，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它是至少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学OK， 它不用学马克思主义这很重要而且我也可以说，那我可以代表他学习的重点是什么嘛？而且这个那边得到的老师资源都是可以的所以他在哪儿，我觉得都行。那我自己内心想法呢，比较好是什么？就他读那种2年在马来西亚，2年去海外的那种，因为有很多学校他已经在大马建立了分校，有这种那2年他还没有脱离，然后呢，他学习成本当然低了，跟我们至少这2年50%，那再扣掉一点，他大概可以跟我们降低25%到30%的学费。我觉得那也非常不错。还有2年你就出去，然后让他自己去选择到底是到底是去这个留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去其他的欧美国家都可以。对，因为哪怕他说回中国也可以，是吧？最好不要，就是你就出来了，因为他会跟不上。说实话他的能力也好，他的学术跟优秀的中国的同学比起来，那肯定是会差一大截。那未来你自己的就是，毕竟我估计你的年龄应该和我差不多，40多岁对，41那应该比我小1岁少2岁。那未来那你自己是不是就会一直是留在这个大马发展了？对，我们应该是会这样子。包括到退休以后。对，我们是很希望能够在大马退休的，但是大马无法解决你身份的问题。接着来你是讲到困难了这谈你不好现实。那你觉得你现在讲到这些状况，离你这个最终要实现去大马差距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最大差距就是你和你太太当时看《穷爸爸富爸爸》有一个读书会，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在这个思想上面对于现状的一个理解是统一的，就是非常的卷，然后非常的没有希望，需要换一个环境才能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和我的夫人在这个思想上并没有统一，就是我看到的东西他看不到，他不能理解说我为什么要去放弃中国的就上海的相对来说比较适宜的一个生活，要去选择冒险或者选择一种不确定感。非常谢谢你的坦诚。我跟我太太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统一包括大家心里对一些新的什么管理的一些认知这个我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车上开车的时候，我总是不经意间调到的那些节目是我想让他听的，我不介意听个第2、第3遍，所以他跟我一起听了很多很多，包括我们的小孩
所以我们之前经过大量的开车上的学习，就所谓的这种学习，就听了大量的这种 podcast 啊，一些节目啊，大家的思想倒是有一点同，因为我们好了还会讨论呢。你们在车上怎么听那些节目啊？车上可以听，就是自己开车嘛。对啊，我的意思说，所有的那个电台里面的都是比较正的那些内容可以听啊，你就连着蓝牙就可以听。你的意思说还是会给他，比方说听一些YouTuber 上面的。有 YouTube 的，然后也有，当然也有一些 podcast 的，就是你希望他听到的一些东西，也是可以。我讲的不单单包含，就说评论啊这样，也有一些像心理的、管理的，或者听一些书啊，这都是可以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啊，是不是能够去接受这种变化？毕竟他在中国读书，他在上海读书，有很多的同学可能和他。对，我觉得一开始对他是有一些挑战的，主要是他在心理上对变化的一种抗拒嘛。他要离开老人，他要离开他熟悉的，比如他自己的那个屋子，包括说。那他有一点呢，因为他明确他正好5年级快要毕业了，而且他不太喜欢原先的公立学校嘛，那我们就借由这个不停的做他的工作，还好就做了一阵，说你就先陪我们去吧，所以最关键的其实是先和你的夫人思想统一了，之后再共同去说服孩子。对，除非不要说最好没有除非就是如果要家庭一起去的话，那没办法了，这些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支持群体嘛，我们要取得他们的一致是最重要的。可以做一些推演，我觉得说，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的是什么，那么对现状进行一些检查嘛，但我明白很多想法是经年累月形成的，确实很难改变这个一个人的想法。好，对，你给了我一些新的一些启示哈，看来我需要在家里不经意的去电视投一些东西，最好的影响力就是让他自己看到以后自己生出来的，你跟他讲，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反对你嘛，对吧？在销售的影响力。现在好一些了，就通过我可能平时跟他们洗脑怎么样呢？我女儿现在就最早的时候，她会抗拒说我不要去出去。然后我跟他说，这个你要去卷，那就做卷子，你卷嘛。你现在只是语数外，未来还有物理化学一天一章，你做嘛，做到12点钟。小孩倒是挺乖的。然后对，那你要去做，你可以去做，但是你可以有其他的一种选择性。是的，或者你可以带他参加一下夏令营啊，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最近在大马办，他们有些人办的夏令营非常非常便宜啊，我感觉比中国的还要便宜。是吧？他包2周，然后包什么吃住，还有老师，整个费用下来2周大概就8000多，我都不敢相信。有吗？有这个的话，有朋友转给我的，因为我觉得他可以接触那边很开心，对吧？没有受到压力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外国小孩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让他出去看一看，就是不同的环境里面的一些学习的一些状况。觉得对他来说，现在学习压力也挺大的。你也知道，中国的这些孩子的学习压力，没有一个是在晚上10点半之前能把作业做完的。一个初中就这样子，在初中是吧？就他只是预备班。我们那时候6点半起来，晚上做到10点半。我们是早上8点多起来，因为他9点上学，因为住在学校旁边。你是说在大马是吧？9点钟，然后到学校，一天可以打3-4个小时的球，各种各样的运动，然后他到家可能就4点多，也没什么作业，数学1周2页。我女儿现在1天1张卷子在暑假里面有做。倒是你老爸看得很清楚，这也好啊，你看到这个好的方面嘛，让他也去体会一下。对，因为有时候都说一句就大家。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是在我们的这个框架内认为它对嘛？为什么？就我们在那边有问过校长一个问题，我说我们现在小学你知道它没有课本吧？那我说到了初中有没有课本？校长说没有的。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培养的不是工人，我们不会按照课本去教的。所以他你了解的一些基本常识都让他在项目多人的协作当中去完成的，就是这样的。是我上次这个题外话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有很吃惊他说他儿子的一个初2的一个语文课本是什么？竟然是本科学杂志。就是科学杂志，他说就这么厚一本科学杂志，说这是我们这个要学的一个语文课本。我惊呆了，就是不是一个标准的。我是相信就是如果你给他这个机会他有可能我觉得会翻开一个新的篇章，至少不应该会后悔。那就nothing to lose 嘛。比方说我儿子最近做的一个科学一个 IT 的这个作业，就是了解一个国家，他选的是日本。我说那你写什么呢？他说我去研究的日本的武士阶层。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好多什么以前幕府是怎么样。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都不太懂这具体的这个东西。
我说你有没有乱找资料？因为有时候你拿到资料不准，拿到信息就是不准的嘛。他没有，他说除了 Wikipedia， 我还看了一些论文。我说你这可以啊，你这个自己去了解，还去看了论文了。而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很简单，我搜一下就好了。后来我轻敌了，然后又重新去找资料，最后把它做成 PPT 啊什么的。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同样了解一样东西，它会让你亲眼去看到。我现在感觉就是在国内的一些学习是被动的接受，填鸭真的是填鸭式，就被动的去做，但是。您刚才讲的这个，你儿子这个学习状态就是主动的去，因为他们觉得说学习方法更加重要。所有的国际学校墙上基本上贴的画的核心理念是一样的，就是培养 global leader。而且我现在看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我们小孩子做题目很好的话，那这个技能未来是会被取代的。这可能5年内就会被取代的。就是 AI 嘛，对吧？那就是可能给他一个这种机会吧，多去跑跑，有可能也会挺好的。好的，好呀，也祝你成功。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我有一些多多交流。那个，好，待会儿我们回头加一下微信啊，真的是第一次见面，通过考核了是吧？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